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渡边正树先生所著的《60岁人生的现在地》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2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变化；第二，中年期45至64岁要么多走路，要么少吃饭；第三，老年期65至74岁要调整生活节奏；第四，75岁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开心最重要。首先是第一部分，2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变化。在过去，人们其实不用太担心认知症的问题，因为多数人在得认知症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但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寿命的延长，如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谁都有可能活到认知症发作的年纪，特别是认知症中占大约70%的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活习惯对大脑的影响会在发病前20年就悄然开始。阿尔茨海默病多在75岁以后发作，也就是说，从50多岁开始，大脑里可能就已经悄悄出现一些异常变化了。如果我们把认知症视为一种生活习惯病，就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认知症是可以提前预防的。从影响到发病，中间大约有2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预防认知症、改善生活方式的宝贵窗口期。认知症一般会经过中年期45至64岁，老年期65至74岁，75岁以后，这3个阶段逐步发展。而在这3个阶段里，各自有需要特别注意的生活习惯和预防方法。由于大脑内部的变化无法直接观察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年龄来判断自己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生活方式。认知症预防的路虽然漫长，但只要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有明确的方向和该做的事情，其实并不难。接下来是第2部分，中年期45至64岁要么多走路，要么少吃饭。导致阿尔茨海默病最主要的元凶是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蛋白质。其实这种蛋白，即便是健康人的大脑每天也会产生，但正常情况下，它会在我们睡眠的时候被分解，并随着代谢排出体外。问题是，从45岁左右开始，这种蛋白在脑内的含量就会慢慢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出现不易分解、容易堆积的异常蛋白。虽然这个阶段还不会立刻对大脑功能造成明显影响，但如果放任不管，到了老年，这些沉积物就可能成为认知症的隐患。因此，如果想在未来20年保持头脑清晰，中年期就是开始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佳时机。中年期正是各种身体机能开始下滑的阶段，血糖、血压、胆固醇这些指标往往悄悄升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内脏脂肪的增加。内脏脂肪，简单说就是吃进去却没消耗掉的热量，以脂肪形式囤积在腹部。与此同时，体内还在悄悄堆积另一种废物，那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平时吃太多、缺乏运动、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持续下去，不仅脂肪越堆越多，连大脑里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也会逐渐积存。说白了，内脏脂肪和贝塔淀粉样蛋白都是体内多余的垃圾，不及时清理，终有一天会腐坏，威胁身体和大脑健康。有内脏脂肪的地方，就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隐患。越早改善生活方式，未来才越安心。中年期的饮食原则就是避免热量摄入过多，防止内脏脂肪增加。既然内脏脂肪和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一伙的，反过来说，只要减少内脏脂肪，也能减缓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堆积。内脏脂肪之所以增加，原因很简单，摄入的热量超过了消耗的热量。油脂丰富的肉类、油炸食品、甜点这些美食，偶尔享受一下可以，但平时一定要注意营养均衡。晚餐尤其要注意，少吃主食类碳水，蛋白质尽量选择鱼类、豆腐等低脂食材。毕竟晚饭后活动量不大，
热量需求本来也不高，吃太多反而会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此外，也要有意识地增加热量消耗。步行是最简单有效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减少内脏脂肪，建议每天走7000步以上。如果哪天运动量不够，那就把当天的饭量控制在7分饱以内，避免热量超标。中年以后，必须树立一种不运动不行的觉悟，主动改善久坐、缺乏活动的生活方式，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大脑和身体健康。接下来是第3部分，老年期65至74岁要调整生活节奏。当进入65岁到74岁的老年期，认知症预防也进入了第2阶段。这个时期，大脑中已经积存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会变得更加活跃，开始破坏周围的神经细胞。在这个阶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压力。压力会导致自律神经紊乱，而自律神经紊乱会引发各种内脏疾病，成为老年期动脉硬化、癌症等疾病恶化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自律神经紊乱会对大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自律神经的作用。自律神经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2种神经组成的，负责调节呼吸、消化吸收、血液循环等身体各种自动运作的功能。这2种神经对内脏起着正反相互制衡的作用，全天24小时不停地维持着生命活动。当交感神经处于优势状态时，身体会进入紧张模式，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身体也会受到压力，分泌大量压力激素和有害物质。正常情况下，副交感神经会在体内清除这些垃圾，恢复身体平衡。但如果这2者的平衡被打破，垃圾的清理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些垃圾中也包含了贝塔淀粉样蛋白。所以在老年期，如果出现自律神经紊乱，大脑中的废物也会随之堆积，要特别小心。为了守护大脑机能，减少压力，保持自律神经平衡非常重要。同时，随着年龄增长，自律神经本身的调节能力也会减弱，因此我们需要主动去锻炼和调节它。这时候，不妨回归到传统的慢生活节奏。首先，要建立早晨型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沐浴阳光，晚上最好在午夜前入睡，因为在熟睡时，副交感神经活跃，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也会随之被清理排出。此外，适度运动也十分有效。运动能促进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和激励荷尔蒙多巴胺的分泌，让心情更加积极开朗。运动不一定要剧烈，每天悠闲散步就很好，一边欣赏四季变化，一边发现新开的店铺，或者和家人朋友边走边聊，笑着散步，都是极好的方式。只要生活节奏有张有弛，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自然会切换得更顺畅，身体状态也会更加稳定。如果有空闲时间，过去一直想尝试却没机会做的事，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去泡温泉、学乐器、种菜、打理庭院等等，享受不用被时间催赶的生活，多笑多乐，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认知症预防方法。最后是第4部分，75岁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开心最重要。75岁以后这个阶段，也是认知症真正容易发作的时候。那些用了20年慢慢在大脑里堆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到了现在，可能随时会摧毁神经细胞，危及大脑健康。所以，和之前强调节制、控制、预防的做法不同，这个阶段更要根据自己年老后的身体变化来调整生活方式。以前我们担心体内多了什么，像多余的脂肪、糖分、胆固醇，而进入75岁以后，情况彻底反过来，真正危险的反而是缺什么。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一种叫做虚弱综合征的现象。随着年纪渐长，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慢慢变弱，食欲减退，运动量减少，不愿意出门，甚至不太和人交流。长期这样下去，很容易引发营养不足、血液循环变差、
肌肉流失，身体的各种必要物质和能量都会越来越缺乏。血液负责把营养送到全身，大脑自然也不例外。当血流减少，大脑神经细胞得不到养分，就会逐渐枯萎死亡。而且，维持大脑神经信息传递的神经激素主要靠蛋白质等营养素合成，一旦营养不良，激素也合不出来，大脑运转就会变慢，健忘、反应迟钝的问题就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轻度认知障碍。虽然还不算认知症，但如果放任不管，2到3年内很容易恶化。其实，认知症的根本原因是那20年里慢慢累积下来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但真正让认知症发作的最后一击，就是虚弱综合征。如今是100岁人生时代，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如果想在老年依然健康快乐，活得像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对抗虚弱，别让身体和心灵一起萎缩。到了这个年龄，别再过多克制自己，想吃什么就吃点，想出去就出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保持和人的交流，多笑多动，心情愉快，就是对抗认知症最好的方式。轻松愉快地预防虚弱，关键是从饮食、运动和生活这3个方面入手，调整日常习惯。首先，营养摄入要充足。随着年龄增长，胃肠功能和咀嚼能力会下降，可能会出现想吃但吃不下的情况。即使每餐量不大，也要优先选择高营养的食物，比如肉类、鱼类、鸡蛋等。通过炖煮、加稠剂等方式，让食物更易入口。过去忌口的肥肉和奶油也可以适量食用。此外，烤红薯、香蕉、小饭团等营养点心也是不错的选择。其次，每天坚持走3000步，虚弱带来的肌肉流失不可忽视。散步是最简单有效的运动，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提升心情和积极性。注意防止跌倒，稳健地走每一步。最后，保持丰富的生活内容，不要对自己设限，不要总觉得不能做这个，不能吃那个。退休后，若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生活容易变得单调无趣，这样容易加速虚弱，甚至引发认知障碍。积极安排购物、聚会、喝茶等社交活动，用自己过去积累的经验为家庭和社区做贡献，既能帮助他人，也能激发大脑活力。总之，老年生活不能停滞，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持续参与兴趣爱好和日常事务，保持身心活跃，才能有效降低认知症的风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